嗨，我是 Jasper， 今天来分享将改变你一生的刮胡子技巧。看完这系列影片，你会比世界上 90% 的人更会刮胡子。大家都说手动刮胡刀刮胡子干净，但是当你拿刮胡刀刮胡子，是不是偶尔会刮伤、破皮、红肿，甚至会流血？又或者是明明用没2次的刀片，就开始感觉到不那么锐利了。既然问题无法解决，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换成电动刮胡刀。不过就像骑脚踏车，一开始需要练习，有一点点学习曲线，只要你学会了，一辈子就不会忘记。刮胡子也是一样，只要你学会了刮胡子的技巧，以后就可以享受手动刮胡刀刮得干净、容易清洁、耗材便宜等等的优点。今天我们就来讲最重要的技巧——刀法。剑有剑法，刀有刀法，刮胡刀也是刀，当然也有刀法。1910年 Gillette 推出 Angle Stroke 的概念。Angle Stroke 是在刀片往下滑的同时进行侧滑，这种方式可以刮得更干净，而且刺激更小。因为这个方法是 Gillette 提出的，所以后来的人称它为 Gillette Slide。从1910到1960这50年间，这个技巧一直频繁出现在 Gillette 的刮胡刀说明书上。1929年 Gillette 推出这张海报，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海报，其实才是真正的宝藏，刮胡界的 One Piece 大秘宝。海报展示了4种使用刮胡刀的技巧，也就是4种刀法。不管你是用哪种刮胡刀，安全刮胡刀、替换式刮胡刀、直剃刀、Chevette Injector 等等，甚至女用除毛刀，不论是刮胡子、刮腿毛、修眉毛，只要你手上有刀，都可以用这些刀法来消灭它。接下来为各位详细讲解这4种刀法，方法很简单，效果很惊人，甚至比较钝的刀片都可以变得更锐利好用，请一定要试试看。依照好用的程度，我帮它排名，从第4名排名到第1名。仔细观察海报中的刮胡刀，它的移动轨迹是一个比较长的行程，行进的方向是直线，也就是直线笔触。这就是目前绝大部分人刮胡子用的方法。接下来会称呼它为直上直下。直上直下看起来很简单，一看就会，但是通常一学就废不然你也不会有一堆刮胡子的问题啊。刮胡子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注意2个重点：刀片角度跟压力大小。首先是刀片角度，如果我们要砍树，树长直的，那问题就好办了，不论从哪个方向砍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但是胡子跟树不一样，毛发的生长是有方向性的，毛发根部的毛囊本身就是倾斜的，也就是说你的胡子是长斜的，并不是垂直生长的。如果我们要刮掉这种倾斜的胡子，从不同方向刮掉它，就会有不同的效果。顺着它的毛流，从毛发根部往尾部刮，叫做顺刮；逆着方向来，反方向来刮，叫做逆刮；从侧面把胡子刮掉，叫做侧刮。也因为胡子是长斜的，如果只说顺刮，顺着毛流摸是刮得很干净，逆着摸就会有胡渣的感觉，因为它是长斜的。简单来说，顺刮刮起来最舒服，但是不容易刮干净；逆刮刮得最干净，但是操作起来要有技巧。这个技巧就是顺刮、侧刮、逆刮这3种刮法的刀片角度是不一样的。顺刮的刀片角度最大，它可以让刀片一直抵在皮肤上，抓到胡子的根部，避免卡到胡子中间造成拉扯，
尤其是那种比较细软的平贴在皮肤上的胡子，比较大的刀片角度最有效。逆刮的时候要减少刀片的角度，让刀片几乎跟皮肤平行，理论上会比较安全。这么小的角度比较接近于切，而不是刮。也因为是接近切的角度，切割力最强，所以逆刮时候要小心操作。至于侧刮，刀片角度的大小在顺刮跟逆刮中间，综合了两者的优点。大部分人会建议你做3遍刮胡子，也就是顺刮、侧刮、逆刮各做1遍。不过我的习惯是3天内生长的胡子，我会省去顺刮，只做侧刮、逆刮各做1遍就可以了。刀片在皮肤上经过的次数越少，对皮肤越好。我们的脸其实到处都是弧度，比如说下颚线、脖子这些区域弧度都很大。如果你在意保持刀片的角度，那么你刮这些区域的时候，刀片就要顺着这些弧度来做角度的变化。这对初学者而言是很难的，所以刮胡刀厂商就做出了可以活动的旋转刀头，让旋转刀头随着皮肤弧度的变化来保持刀片的角度。旋转刀头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，刀头可以旋转，刀片就可以自动保持最好的角度。但是你有发现问题吗？可以旋转的刀头是优点也是缺点。缺点在于它的刀片角度是固定的，没有办法改变。刚才我们是说顺刮、侧刮、逆刮3种的刀片角度是不同的，但是旋转刀头不一定可以做得到不同的刀片角度，因为刀头会旋转，刀片离护杆又远，怎么刮它都会转回来一样的角度。这时候如果是安全刮胡刀或者是直剃刀，改变刀片的角度就很简单了。不过高手是不会挑刀的，只要做到接下来的第2点，减少压力。减少刮胡刀在皮肤上的压力，可以避免刀片切入皮肤。就算是有旋转头的刮胡刀，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侧刮跟逆刮。一般人为了想刮干净，通常会下意识使用太大的力道，把刀片压进皮肤，就像切芒果一样。刀片切进皮肤太多，自然就会刮伤。你有看过农夫拿锄头挖土吗？啪嚓一下，锄头就插到土里面。会刮伤就是这种感觉。刮胡刀厂商为了避免刀片插进皮肤，设计把刀头面积变大，就是为了减少压力。合刀的刀片从1刀片、2刀片变成5刀片、6刀片。5个刀片刮1遍，就等于1个刀片在皮肤上刮5遍。刮3遍就等于刮15遍嘛。这跟玩刮刮乐一样哦，在脸上刮那么多次，难免会中奖，而且天天会开奖哦。你应该控制刀片划过皮肤的次数，1、2次就可以完成的事情，就不要做那么多次。很多人会无意识的拿刮胡刀在脸上多刮几下，以为会比较干净。其实仔细的做1、2次就可以了，多刮那几次只是让锄头在脸上越刮越深而已。在这边提供我减少刮胡刀压力的方法，很简单的4个步骤，它可以帮助你建立正确的压力感觉，形成正确的肌肉记忆，就不会再拿锄头挖土了。记得刚才的切甩呀吗？把刮胡刀随便怼在脸上，刀片就有可能插进皮肤。所以我们要控制刮胡刀，先让侧面的刀面落在脸上，这时候刀片边缘不会接触皮肤，当然不会刮伤啊。然后慢慢转动刀头，直到感觉到刀片边缘
跟皮肤接触。如果是安全刮胡刀或者是合刀，先把顶盖或者上面部分靠在皮肤上，然后旋转角度，转到护杆也碰到皮肤，也就是把刀头整个面都贴在脸上。这个时候理论上是刀片露出最多的时候，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刀片的边缘，你可以感觉到刀片在哪里。最好用的地方在于可以盲刮，很多人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刮胡子，在没有镜子看不到自己的时候，刮胡子就靠感觉嘛。多加这个旋转刀头的动作，你就不会刮伤了。刚才说借由旋转刀头感觉刀片在哪里，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告诉你，从刮胡子开始到结束这个过程，你都必须无时无刻感觉刀片边缘的位置。知道刀片边缘的位置，你才知道刮得确不确实，刀片有没有切进皮肤。在刀片边缘接触皮肤以后，停留1秒钟，这1秒钟可以让你感觉刀片的边缘在哪里。当你可以有意识地感觉刀片的边缘，就算是直剃刀这种毫无保护机制的刮胡刀，那么大一个刀片在脸上晃来晃去，你也不会刮伤了。重点来了，当你可以感觉到有刀片边缘在脸上，其实你已经切得太深了。这时候把刮胡刀往上提一点，提到皮肤恢复弹性，没有被压的凹陷，这个往上提的动作就是脱力。把刮胡刀往上提一点，这个方式就是学会放松刀头的压力，抓到感觉以后瞬间放松就可以了。放松其实就是脱力，脱力以后就没有压力。这就是合适的刮胡刀压力。刮胡刀压力就应该要这么小，也就是大家口耳相传一直被要求的零压力。你几乎不会感觉到刀片的触感，刮胡刀就像漂浮在脸上一样。要注意的是，当你把刮胡刀抬起来的时候，就算刀片没有离开皮肤，刮胡刀的其他部分也有可能会离开皮肤。比如说安全刮胡刀，如果刀片曝光比较大，顶盖跟护杆这两个其中一个可能会离开皮肤。大部分的时候请保持护杆跟皮肤接触，顶盖就不用理它了。护杆在刀片前面，可以整平并且拉伸皮肤。但是逆刮的时候要反过来做。关于这个议题，以后会制作影片为各位讲解的。就像洗完脸用毛巾擦脸，擦这个动作大部分是横向移动，下压的力道是不大的。刮胡子的时候就应该像用毛巾擦脸一样，那么轻的力道，感觉就像拿刮胡刀擦掉泡沫一样，慢慢的移动刮胡刀，让刀片自己完成工作。你会压抑原来动作这么轻，这么小的压力就可以把胡子刮干净，一点都不需要用力去压。你要时时刻刻感觉到刀片的位置在哪里，一旦感觉不对劲，就要马上停下来。通常都是突然压得太大力了，又开始在切酸呀。所以要慢慢来，仔细感觉，不要一上来就咻咻咻一顿乱刮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动作太快，脸皮就破。曾经有个女孩说，慢慢来比较快，她讲的是对的。慢慢来才能保持正确的压力跟刀片角度，慢慢来才能做得仔细，仔细做，不同方向的顺刮、侧刮、逆刮，各做一遍就够了。不要同一个地方无意识的重复刮，用力刮，一直刮，不然早餐店的阿姨可能不会叫你帅哥。这个方法对我有用，请务必试试看。直上直下这种方式其实很考验刀片的锋利程度，刚换上新刀片当然没问题，用了一段时间刀片变钝，你就会开始感觉拉扯，然后你就会加大力道拉断胡子，你的皮肤也受伤了。解决拉扯的方法除了换新刀片，你其实有其他更好的方法，
可以让旧刀片变得更锐利，刮胡子可以更顺利，那就是接下来要讲的神奇的 Gillette Slide。